我帮村里的养猪场引进大厂的豆粕饲料，并要求实行最高级别的封闭式防疫，只为让乡亲们在猪瘟高发的夏季能保住全家老小赚钱的命根子。结果村民们嫌弃我的养猪成本太高，转头就去买了二流子推销的劣质泔水。他们堵在我家猪场门口，指着我鼻子骂我是吃天价回扣的黑心奸商。然而我二话不说，转头建起了3米高的彩钢板围墙，把自己的猪场彻底封死。半个月后，当全村人看着自家吃泔水长大的肥猪吐白沫暴毙时，那个当初自诩带全村发财的二流子被倾家荡产的村民们活生生拆了家，而我正坐在全村唯一的无疫区里，跟城里的生鲜老板按翻了3倍的天价签着购销合同。各位乡亲，今天把大家召集到合作社来，只说一件最重要的事儿。最近天气极端，正是猪瘟的高发期。为了保住咱们大家伙的猪，从明天开始，合作社旗下所有的养殖场必须实行最高级别的全封闭式管理。林月，你说的全封闭管理是什么意思？意思很简单，第一，所有外来车辆和人员严禁进入猪场。第二，绝对禁止私从座外面拉乱七八糟的散装饲料。第三，咱们下半年的饲料必须统一采购省城正规大厂的高蛋白豆粕预混料，并且要严格按照规程打疫苗。还要统一买大厂的饲料，那豆粕现在多贵啊，1吨得4000多块钱。林远，夏天猪本来就掉膘吃的少，现在让大家换这么贵的精饲料，一头猪的成本得涨多少？这不是割我们的肉吗？翠萍婶儿，账不是这么算的。大厂的饲料营养配比科学，料肉比高，猪长得壮实，抵抗力就强。现在是疫病高发期，你们省那几百块钱的饲料钱，一旦猪场进了病毒，那就是绝收。大家别听林云在那放屁，他就是想从你们身上吸血拿回扣。赵大强，你来干什么？合作社开会有你什么事儿？我怎么不能来？我是来带乡亲们发财的。各位叔伯婶娘，你们被林云兄妹俩骗得好惨啊！什么科学养猪，什么大厂高蛋白，他林云逼着你们买那么贵的饲料，他自己背地里不知道吃了厂家多少回扣。他今年新换的那辆新皮卡，不就是拿你们的血汗钱买的吗？你放屁！买车的钱是我卖种猪自己赚的。赵大强，你少在这血口喷人！你车里装的什么东西，你自己心里清楚。这大热天的，你拉一车发酵的劣质泔水和3无饲料进村，你是想害死全村人吗？林运，你少拿大帽子压我！乡亲们，我在城里找了门路，在野漂5年，我在城里找了门路。比林运给你们弄的便宜了好几倍，用我的料，一头猪出栏，你们能多赚500-600。底下原本还有些犹豫的村民，一听到多赚500-600，眼睛瞬间就亮了。李老三赶紧凑上前去，隔着窗户闻了闻那股臭味，虽然捂着鼻子，但眼里满是贪婪。大强啊，你这料真能长肉，便宜是便宜，别吃出毛病来啊！三叔，你还不信我吗？城里大饭店里的剩菜剩饭，油水足得很，再配上我这个内部渠道的特效饲料包，不仅是猪爱吃，还防百病。赵大强，你懂不懂法？国家早就明令禁止使用未经高温处理的餐厨垃圾喂猪了。在这个季节喂泔水，100%会引发猪瘟，一旦感染，整个村子的猪都得死。大家看清楚，上个月赵大强就拉过这种所谓的3无特供料进村，我偷偷拿去县里化验了，黄曲霉素严重超标几10倍。猪吃了这种毒料，不仅会严重破坏免疫系统，甚至会直接肝脏衰竭暴毙。化验单一出，村委大院里安静了几秒，然而紧接着，村长媳妇王翠萍的一声冷笑打破了平静。林夏，你少在这拿着几张破纸吓唬人。你们大学生就是读书读傻了，咱们老祖宗养了几千年的猪，哪个不是喂泔水、喂剩饭长大的？怎么到了你们嘴里就成毒药了？就是啊，林运，我们感激你，前几年带我们赚钱，但你不能把我们当傻子。你逼着我们买4000一吨的饲料，大强这里才800，你是合作社社长，但你也不能拦着我们大家伙发财啊！林宇，你口口声声说别人是毒料，你什么意思啊？
我看你就是眼红大强，抢了你卖高价饲料的生意吧？质疑声瞬间在会议室里炸开，赵大强在一旁抱着膀子，笑得一脸猖狂。我冷冷地看着这群被蝇头小利彻底蒙蔽双眼的村民，看着他们脸上因为贪婪而扭曲的表情，心底最后那一丝想带他们共同致富的情分彻底烟消云散。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我还在猪场的监控室里查看夜间的生猪进食情况，门外就传来了一阵嘈杂的喧闹声。林月，你赶紧出来，给我们个说法！把大门打开，别躲在里面当缩头乌龟。我走到猪场大铁门前，隔着铁栅栏，只见王翠萍、李老三等10几个村里的养殖大户乌泱泱地堵在我的猪场门口。赵大强双手插兜，正站在人群最后面，一脸幸灾乐祸地看着我。翠萍婶儿、三叔，你们这兴师动众的是唱的哪一出？林月，咱们明人不说暗话，昨天开会我们都商量好了，你那个什么4000块一吨的高价饲料，我们买不起，也不想买。我们今天来就是让你把我们上个月预交到合作社的秋季饲料款全部退给我们。对，退钱。我们自己做主，我们要自己定。大强说他给我们长期供应1800的内部料，以后我们家猪圈里的猪吃什么，不劳你这个大署长操心了。林夏听到动静从宿舍跑了出来，一听这话，气得直接冲到铁门边。你们有没有点契约精神？刚加入合作社的时候，白纸黑字签了字的，必须统一技术标准和饲料渠道，这样才能保证我们向阳村原生态猪的品牌质量。你们现在退钱去买劣质泔水，这是默认。什么狗屁契约精神，少拿大学生那一套来忽悠我们。林夏，你个小丫头片子懂什么？我们就是不让你哥再赚我们的黑心钱了。今天这钱退你们也得退，不退也得退，不然我们就去镇上告你们诈骗。我林云自问这4年带着你们养猪，没亏待过我们1分钱。刚才你们的母猪难产，是我大半夜顶着大雨去接你们生的。前年猪价大跌，是我林云自己垫了钱帮你们保住了本钱。我在最后提醒你们一次，这不是儿戏。隔壁安平县去年的惨剧你们都忘了吗？就因为一个养殖户偷偷为了饭店收来的违规泔水，结果爆发严重猪瘟，短短半个月，全村2万头猪全部被全面强制清理，几千口人血本无归。听到强制扑杀这4个字，有几个胆小的村民脸色稍微变了变，但赵大强怎么可能放过这个机会？林月，你少在这危言耸听咒我们！安平县那是他们自己倒霉，买到了斗病猪肉的泔水。我给乡亲们弄的，这可是城里大厂的边角料，经过我独家秘方处理的，干净的很。你就是看乡亲们跟着我能省钱，断了你的财路，你在这急眼了。就是大强在城里混了这么多年，门路比你广多了。哼，林月，你要是真为了我们好，就把钱退了，别挡着我们发财。林月，把钱退给我们吧，这大热天的，猪都不长膘，我们实在用不起你那金贵的高科技饲料了。哥不能退给他们，他们拿了钱去买赵大生的毒饲料，一旦爆发疫情，整个村的地下水和空气都会被污染，到时候连我们猪场都会受到牵连的。我现在就打电话举报，让相关部门的人来抓赵大强卖3无产品。说着，林夏就要掏出手机。林夏，住手！哥，我没有理会林夏的震惊，目光极其平静地扫过门外那一张张贪婪的脸庞，良言难劝该死的鬼，慈悲度不了自觉的人。我林月从来不是什么圣母，既然他们一门心思往火坑里跳，我没必要陪着他们一起死。好，退钱。看吧看吧，我就说他林云心虚了，怕我们去镇上告他。大强，赶紧把你那车1800的料开到我家猪场去，我今天就给你结账。你们先别急高兴，钱我可以一分不少的退给你们，但是规矩必须说清楚。去办公室把电脑打开，立刻起草向阳合作社退社及防疫免责协议书，给他们1人打印1份。哥，你疯了？真由着他们胡来？去打印！这群人只有亲眼看着自己的猪死绝了，才会知道什么叫科学。10分钟后，林夏红着眼眶抱着一沓协议书走了出来。我接过协议，隔着铁栅栏将文件一张张递给外面的村民。既然你们觉得我林苑贪图你们那点饲料回扣，觉得赵大强的泔水能带你们发大财，我绝不拦着。我站在大门内，手里拿着大喇叭，确保每一个字都能清晰地传进他们的耳朵里，同时也按下了胸口别着的执法记录仪。这份退社及防疫免责协议书，大家看清楚上面的条款。第1条，乙方自愿退出向阳生猪养殖合作社，甲方将于签字后
24小时内全额无息退还本季度预收的所有饲料款及防疫押金。念到这里，村民们脸上都露出了满意的笑容。别光看退钱那条，继续往下看最重要的免责条款。第2条，自签字退设之日起，乙方养殖场的一切生产活动与甲方彻底剥离，乙方不得再使用向阳村原生态猪的品牌商标进行任何渠道的销售。不让用就不让用，有什么了不起的？大强说了，他认识肉联厂的熟人，有多少头猪他们收多少，根本不看什么牌子。鉴于乙方执意使用来源不明的非合规饲料及餐厨废弃物，具有极高的重大动物疫病诱发风险，自即日起，乙方生猪如出现任何疾病、死亡乃至爆发烈性传染病，遭到相关管理部门强制清理，甲方将不再提供任何无偿技术指导、兽药支持及经济救援，一切后果、经济损失及法律责任由乙方自行承担，与甲方毫无瓜葛。林月，你把话弄得这么绝干什么？这就叫先小人后君子。路是你们自己选的，买三湖产品的也是你们，我必须用白纸黑字把责任划清清，免得将来你们的猪死光了，跑来赖我不救你们。呸！你家的猪死光了，我们家的猪都不会死。真以为离了你林月这杀猪屠夫，我们就要吃带毛猪了？大强，你给我做见证。好嘞，翠萍婶儿，大家放心大胆的签，跟着我赵大强，保证你们年底换新车。在退款的巨大诱惑和赵大强编织的发财美梦下，没有任何一个人犹豫。王翠萍带头，李老三紧跟其后，10几个养殖大户纷纷在协议上签下自己的名字，并重重地按上了鲜红的手印。半个小时内，30多份按着红手印的免责协议全部交回到了我的手里。我当着他们的面打开手机银行，按照账本上的数额，一笔一笔地将饲料款全部原路退回。随着一声声清脆的到账提示音，门外的村民们彻底陷入了狂欢。他们拿着手机，喜笑颜开地围着赵大强。大强，走，赶紧去我家下料。大强，明天再给我拉2车的内部料过来，我要加倍喂。哥，你辛辛苦苦建立的合作社就这么被他们毁了，那群白眼狼根本不领你的情。随他们去。林夏，眼泪擦干。现在不是哭的时候，真正的大战才刚刚开始。马上给镇上的工程队打电话，今天下午就进场，沿着我们猪场的外围再加建3米高的彩钢板实体围挡，彻底阻断和外面的空气直接流通。还有，立刻启动最高防疫级别的消毒程序，在大门外50米处挖一条深坑消毒渠，灌满活碱水。从今天起，除了运送我们大厂饲料的专用封闭罐车，任何人、任何车辆严禁靠近猪场100米之内。场内员工全部实行全封闭住宿，取消所有休假，直到这波高温过去。哥，你觉得他们真的会爆雷？高温、高湿、来路不明的变质发酵泔水，再加上完全缺失的疫苗防护，不出半个月，向阳村就会变成生猪的地狱。大自然和病毒会教他们什么是真正的残忍。然而时间仅仅过去了1个星期，向阳村的局势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天傍晚，村头的小卖部外头聚满了人，俨然成了一场盛大的夸猪大会。哎呦，翠萍婶儿，你家那几头大白猪这几天跟吹了气儿似的往上涨啊！我看那肚子都快垂到地上了，毛色锃亮锃亮的。那可不，大强弄来的那特供饲料，加上饭店里的高油水泔水，真他娘的是神仙料！我家那猪一天能吃3大盆，吃完了就睡，这才7天，一头猪起码长了15斤膘。照这个速度，下个月就能提前出栏了。我家的也是，之前吃淋浴那4000块吨的豆粉，猪挑食的很，长得慢吞吞的。现在换了大强的料，一头猪成本省了60%，长肉速度还翻倍。赵大强此刻正坐在小卖部最中间的藤椅上，翘着2郎腿，俨然成了全村的财神爷。大伙儿现在信我了吧？我赵大强在城里混了这么多年，还能骗咱们乡亲？你们再看看林月那边，天天大门紧闭，跟防贼似的。听说他那猪场里还在喷什么消毒水，弄得乌烟瘴气的。他那几百头猪吃着金贵的料，长得还不如咱们的快。我看他年底拿什么赚钱？就是读书读傻了，还真把自己当专家了。村民们哄堂大笑，空气里充满了暴发户般的盲目自信。与此同时，我的被高大彩钢板完全封闭的养殖场内，气氛却截然不同。监控室里，林夏盯着电脑上的财务报表和生猪生长曲线，听着外面隐隐传来的村民嘲笑声，脸色有些难看。哥，咱们这周的饲料成本又上去了10几万，加上买火碱消毒服的钱，开销太大了。村里人的猪吃了赵大强的泔水，确实长得飞快，貌色发红发亮。难道真的是我们的饲料配方有问题？
我正低头记录着各圈舍的温度数据，听到这话，把手里的笔一摔，走，跟我去后院的检验室。我冷着脸没有多做解释，直接大步走了出去。林夏愣了一下，赶紧跟上。后院一间专门用于病理研究的无菌室里，不锈钢解剖台上正躺着一头死猪。这头猪体型肥大，毛色同样呈现出一种不正常的发亮微红。这不是咱们猪场的猪啊？当然不是，咱们厂里的猪健康得很。这是我今天上午托人从临县一个专门喂缸水和三无激素饲料的3户那里买来的死猪。你不是学畜牧兽医的吗？自己划开看看，看看它为什么长得这么快，又为什么会死。这内脏看清楚了，肝脏肿大发黑，边缘坏死，这是严重的黄曲霉素中毒和重金属超标。那根本不是肉，那是严重的组织水肿，那是虚胖。这种猪的免疫系统已经完全崩溃了，别说是烈性传染病，就是一阵冷风都能要了他的命。没错，赵大强给他们吃的高水分泔水里含有大量的腐败菌，加上那种劣质化学饲料里掺了违禁的促生长激素和保水剂，强行把猪催肥。村民们看到的长得快，是在透支猪的生命。这种猪肉如果流向市场，人吃了重金属和激素也会严重超标。那他们现在还天天在村头炫耀，让他们笑吧，这种虚假的狂欢持续不了多久了。这场特大雷暴雨马上就要来了，暴雨过后，气温会陡然升高，那将是细菌和病毒疯狂繁殖的温床。那些免疫系统已经烂透的泔水猪，一头都活不下来。当天夜里，狂风大作，暴雨如注。这雨整整下了2天2夜。雨停后，气温如同坐火箭般飙升到了39度，整个村子像一个巨大的发酵池，散发着令人作呕的腥臭。也就是在气温升高的第2天下午，危机开始悄然潜伏。李老三去喂猪的时候，发现平时抢着吃泔水的几头大肥猪，今天居然全趴在烂泥里一动不动。它们的呼吸极其急促，耳朵边缘开始出现不正常的紫红色斑点。肯定是天太热，猪中暑了，冲点凉水就好了。但他不知道，死神的镰刀已经悬在了整个向阳村的头顶。清晨6点，一声极其凄厉的惨叫划破了向阳村的宁静。声音是从村长媳妇王翠萍家的后院传来的。天杀的！这到底是造了什么孽啊！我的猪啊！几个早起的村民听到动静，赶紧跑过去查看。刚跑到猪圈门口，所有人都倒吸了一口冷气，吓得腿都软了。就在昨天还活蹦乱跳的200多斤的大母猪，此刻已经直挺挺地死在了猪圈中央。它全身布满了大块的紫红色出血斑点，口鼻处向外涌着大量的白色泡沫。怎么回事？昨晚不还好好的吗？怎么一夜之间就死透了？李老三挤进人群，看着那恐怖的死状，只觉得脊背一阵发凉。他自己家那几头昨天不吃食的猪，耳朵也是这种紫红色。赵大强呢？赶紧把赵大强找来！他卖的什么破饲料？不一会儿，赵大强被几个村民火急火燎地拉了过来。他看到死猪的样子，眼神里闪过一丝慌乱，但很快被他强行掩饰了过去。哎呀，翠萍婶，你哭什么？这大惊小怪的。你看看这几天多热，38、9度啊！这猪长得太快太肥，心脏负荷大，这明明就是重度中暑、热射病猝死。中暑能浑身起紫斑，能口吐白沫、流脓水？怎么不能？热射病就是内脏破损，你们懂个屁！大家别慌，这是天气原因，不是饲料问题。我这刚好有一批从城里大厂弄来的进口退烧排毒神药，专门治这种高温中暑的，打一针保准好。50块钱一瓶，要的赶紧来买，去晚了可就没了。处于极度恐慌中的村民们一听有神药，纷纷掏出钱抢购赵大强的那些连生产批号都没有的劣质维生素 C 水。当天下午，全村几百头出现发热、厌食症状的猪全被强行打进了这种所谓的退烧神药。然而这不过是自欺欺人的垂死挣扎。仅仅过了一夜，不只是王翠萍家、李老三家的猪死了3头，村西头老刘家的猪死了5头。短短1天时间，全村30多个养殖户，几乎家家户户的猪圈里都躺着直挺挺的死猪，剩下的病猪也是浑身紫红，高烧不退，躺在地上绝望的喘息。恐慌彻底吞噬了向阳村。当天深夜，村委大院后面的一间破屋子里，几个养殖大户和赵大强秘密聚集在一起。不能再等了，今天又死了7、8头，照这个速度，明天就得全军覆没。趁着现在还有一半猪没断气儿，赶紧卖，能挽回一点是一点。可是，这明显是传染病啊！那些死猪身上全是紫斑，这要是拉去正规屠宰场，人家不马上举报抓咱们吗？谁让你去正规屠宰场了？我联系了临县的一个黑屠宰场，他们专门收这种病猪、死猪做廉价香肠，虽然价格只有市场价的1/3，但总比全砸手里强吧。今晚12点，
他们派3辆带头部的黑卡车从村后头的小路进来，大伙赶紧回去把活着的病猪全赶上车，死猪也抬上去，他们论斤称。这是犯法的啊！万一人吃出人命，你管别人吃不吃，你先管管你自己破不破产。几万块钱的本钱，你不要我要，我今晚全卖了。在金钱的损失面前，这些村民彻底抛弃了最后的道德底线。他们不知道的是，他们密谋的整个过程正在我养殖场中控室的屏幕上正清晰地播放着。我坐在监控大屏前，手里转着一支钢笔，屏幕上正是通过我安装在村委大院附近的一颗隐蔽高清摄像头传回来的画面。哥，这群畜生，他们自己乱喂泔水染了病毒，现在为了减损，竟然要把这种携带烈性传染病的毒猪肉卖到市场上去给人吃。这要是流向餐桌，不知道要害死多少人。狗急跳墙，利益熏心，这就是人性。他们以为在黑夜里干这种龌龊事就神不知鬼不觉，可惜他们算错了一件事。林夏，现在立刻给相关管理工作人员打联合举报电话，就说向阳村有人在大规模非法交易疑似感染猪瘟的病猪，车牌号和交易地点我会实时发给他们。好，我这就打。林夏毫不犹豫地掏出手机，手指飞快地按下号码。我看着监控屏幕里那些开始偷偷摸摸往外赶猪的村民，眼神中没有一丝怜悯。成年人必须为自己的贪婪和愚昧付出代价。既然你们不守底线，那就别怪我重拳出击，直接掀桌子。午夜12点，向阳村后山的一条泥泞土路上，3辆没有亮车灯的重型卡车悄无声息地停在了一片隐蔽的树林旁。快点，动作都麻利点。李老三，你家那几头还没断气的，赶紧往车上赶。翠萍婶，你家死的那2头抬到后面那辆车的底下去，用防水布盖严实了。黑暗中，几十个村民像做贼一样满头大汗地用棍子抽打着那些因为高烧而浑身发软，甚至站都站不稳的病猪。猪的惨叫声被他们死死地捂在嘴里。大强，价格能再高点不？1/3也太黑了，我连饲料本钱都回不来呀！废话少说，爱卖不卖。赶紧的，装完这批马上走，万一被凌云发现了就完了。就在第1辆卡车的后尾门即将关闭，村民们满头大汗的准备拿现金的时候，刺眼的红蓝警灯从土路的2头同时亮起，直接将这3辆黑卡车堵了个水泄不通。车门猛地推开，10几名全副武装的特警和刑警冲了出来，警察都不许动，双手抱头蹲下。警察来了，快跑啊！快跑啊！村民们哪里见过这种阵仗，顿时吓得魂飞魄散，扔下猪就往两边的玉米地里钻跑。往哪跑？一名刑警一个擒拿手，直接将冲在最前面的李老三按倒在泥地里。赵大强反应最快，他仗着熟悉地形，转身就想往后山的灌木丛里窜，结果刚跑出2步，就被2名身手矫健的特警一个飞扑死死压在身下。放开我！我没犯法，我是来收猪的，你们凭什么抓我？凭什么抓你？涉嫌非法收购、运输、销售染疫动物，数额巨大，足够你把牢底坐穿。都是冤枉啊！我们就是卖点自家的猪，什么都不知道啊，都是赵大强让我们干的。有什么话回去再说。现在全体人员退后10米。张队长一声令下，警察迅速在现场拉起了长长的黄色警戒线。几名防疫专家提着专业的检测设备，快速登上了那几辆散发着恶臭的黑卡车。10分钟后，为首的主任兽医师从车上走下来，脸色凝重到了极点。他手里拿着几个刚刚出结果的胶体金，快速检测试纸。张队，情况极其严重，3辆车上抽检了10份血液和唾液样本，全部呈强阳性，出现双红线。什么意思？是猪瘟病毒感染，并且伴随多种因变质泔水引起的混合细菌感染。这种烈性传染病致死率高达100%。你们竟然敢把这种毒株卖到市场上，你们这是在草菅人命！地上的村民们彻底傻眼了，李老三的脸瞬间变得惨白，王翠萍更是两眼一翻，直接吓晕了过去。立即启动一重大动物危疾应急预案，马上封锁向阳村所有进出通道，设立消毒卡点，任何活体生猪和猪肉制品严禁运出村子半步。完了，全完了。而我站在几10米外的山坡上，居高临下的看着被警灯照亮的这一幕。林夏站在我身边，长长的吐出一口浊气，觉得无比痛快。哥，全抓现行了，那群黑心屠户和赵大强这回一个都跑不了。这只是开始，他们以为卖猪被抓就最坏的结果，他们马上就会体会到
什么是真正的绝望。就在这时，村委大院的方向传来了一阵骚动。那些今晚没有参与卖猪，但家里猪圈同样染病的村民们被警笛声惊醒，纷纷跑出来看热闹。当他们听到广播里传出向阳村发现猪瘟，即刻实施全村封闭隔离的官方通报时，整个村子陷入了死一般的沉寂。而我转身往自己那座封闭的现代化养殖场走去。林夏，回去睡觉，明天将会有一场更丑陋的好戏上演。第二天上午9点，我正坐在监控室里看着各项环境数据。就在这时，监控画面里突然出现了一大群人，是村长媳妇王翠萍。此刻她走在最前面，身后跟着李老三的媳妇、村西头的老刘等20-30个养殖户，他们手里提着空桶，拿着塑料盆，浩浩荡荡地朝着我的养殖场大门走来。林月，林月，救命啊！林月，你不能见死不救啊！我冷笑一声，站起身和林夏来到了布满铁丝网的厚重铁门前，隔着3米宽的火碱消毒区，村民们红着眼珠子，像一群饿狼一样盯着我们。大清早的，翠萍婶不在家看着你们那些吃泔水长大的神仙猪，跑到我这全封闭的防疫区干什么？林月，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说风凉话？村里的猪都不行了，全发烧起红斑了。大强卖的那个药根本不管用，现在村子被封了，外面的兽医进不来，我们只能靠你了。靠我？靠我什么？你猪场里肯定有特效药，肯定有进口的消毒液，你赶紧把门打开，把药分给我们。还有，你懂技术，你赶紧带上针管去我们猪圈里看看，把那些发烧的猪都给救回来呀！听到这种厚颜无耻的要求，林夏直接气笑了，他指着门外那群人破口大骂：你们是不是得了失忆症？才过了1个星期，你们就全忘了？上个礼拜是谁堵在这扇门前，指着我哥的鼻子骂我们是吸血鬼？是谁说我们买正规饲料是为了吃回扣赚黑心钱？是谁说以后你们家猪吃什么生什么病都不劳我哥这个大社长操心了？林夏丫头，那都是气话，大伙儿都是被赵大强那个杀千刀的给骗了。大家乡里乡亲的，打断骨头连着筋，哪有隔夜仇啊？林月，你可是咱们向阳村出去的大学生，你不能这么绝情啊！那猪圈里躺着的可是我们全家老小的命根子啊！你要是不拿药出来救我们，你就是逼我们去死，你良心过得去吗？林月，你赶紧开门，你把药藏在里面自己用，看着大家伙破产，你这心也太黑了！大家快看啊！林月这小子见死不救，他想看着咱们死绝了，他一个人发大财啊！心黑，见死不救。翠萍婶、老刘叔，我再给你们普及最后一次科学常识：非洲猪病是烈性病毒传染病，目前全世界都没有任何所谓的特效药，一旦感染，除了扑杀憨埋，别无他法。你放屁！你就是不想给。你的猪怎么没死？你的猪怎么活蹦乱跳的？你肯定有秘方。我的猪没死，是因为我用4000块1吨的正规饲料，是因为我给猪打了全套的合规疫苗，是因为我花了10几万建了这道3米高的实体围挡，把你们这些毒源隔绝在外。你们自己贪图1800亿吨的劣质泔水，亲手把病毒迎进了村子，现在想要我给你们擦屁股，做梦！林月，你今天开也得开，不开也得开。你要是不拿药出来，我们今天就全吊死你家大门上。想吊死随便你们，出了这大门，我连看都不看一眼。但我今天把话撂在这儿，我的养殖场现在是全村唯一的无疫区，这扇门绝对不可能开。谁敢强行破坏防疫警戒线，试图越过火泉沟翻墙进来，导致我的猪场存在感染风险，我立马放狗。不信的话，你们就跨过这条沟试试。2条高加索犬似乎感受到了我的怒火，猛地扑到大铁门后，冲着门外的人群发出令人胆寒的狂吠，吓得最前面的几个人连连后退，一屁股跌坐在地上。我的强硬态度让门外的村民陷入了短暂的绝望和僵持。就在这剑拔弩张的时刻，一辆黑色的桑塔纳轿车停在了人群外围，车门打开，向阳村的村长王建国，也就是王翠萍的丈夫，沉着一张脸走了下来。跟在他身后的还有2个染着黄头发的社会青年，手里竟然还拎着撬棍和铁断线钳。都干什么呢？吵吵闹闹的，成何体统？建国啊，你可算来了！
林月这个小畜生丧良心啊！他厂里明明有药有消毒水，就是不开门救咱们的猪，他还放狗吓唬我们。建国，你可是村长，你得为咱们大家伙做主啊！王建国听完，脸色瞬间变得极为阴沉。他昨天去镇上开会，半夜才知道村里出了这么大的事，自家的猪也全染病了，损失惨重。林月，你还有没有点大局观？现在是向阳村生死存亡的时刻，你作为村里的一份子，作为合作社的带头人，不仅不积极抗议，还把大门紧闭，囤积防疫物资，你这是什么性质的恶劣行为？大局观？你们偷偷把黑屠宰场的车放进村子卖染疫病猪的时候，怎么不想想大局观？如果不是我举报，你们现在已经把病毒扩散到全省了。你这个村长怕是早就被撤职查办了吧？少扯那些没用的！林运，立刻打开大门，把你厂里所有的消毒液和抗生素全部交出来，统一调配，否则我就采取强制措施了。把门给我撬开，出了事我负责。听到村长发话，混混拎着撬棍和钳子就越过了火剪沟的警示线，准备强行破坏铁门的锁链。我看你们谁敢动！我现在已经拨通了镇领导和派出所的电话，监控全程录像。你们这是强闯民宅，破坏防疫设施，寻衅滋事，最少判3年。那几个混混虽然嚣张，但听到这种大罪名，又看了看门后那2条狂吠的高加索犬，动作立刻迟疑了下来。别听他的，给我砸！王建国已经输红了眼，几万块钱的损失让他彻底丧失了理智，大吼着催促撬棍，狠狠地砸在铁门上，发出巨大的金属撞击声。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远处再次传来了尖锐的警笛声，并且伴随着几辆黑色的公务用车快速驶来，几名警察迅速冲下车，将那试图撬门的混混按倒在地。紧接着，刘书记和派出所所长满头大汗地从车里走了出来。整个向阳村的重大疫情已经惊动了市里，镇上的领导一夜没合眼，刚刚在村委大院了解完情况，就赶到了这里。王建国，你这是在干什么？带头聚众闹事吗？刘书记，您来的正好。林玉他囤积特效药和大量消毒物资，拒不配合全村的抗疫工作。这小子自私自利，眼睁睁看着乡亲们的猪死绝。我正打算采取紧急措施征用他的物资呢。王翠萍和几个村民也跟着在旁边哭天抢地，控诉我的冷血无情，企图利用人多势众和悲惨的现状博取领导的同情，逼我妥协。林月，他们反映的情况是否属实？大灾面前，如果有物资，确实应该服从统一调配。你为什么把门锁死？刘书记，我先纠正一点，这种烈性传染病根本没有特效药，他们所谓的藏药完全是无知的臆想。其次，我不开门是因为我的猪场是全村唯一没有感染的净土，开门就是引毒入室。刘书记，您看看这份文件，这是上个星期门外这些村民为了贪图赵大强1800亿吨的劣质发酵泔水和3无饲料，主动逼迫我退还正规饲料款时，自愿签下的退社及防疫免责协议书。我林云1周前就警告过他们，喂泔水会引发疫情，是他们财迷心窍，为了几百块钱的差价，把我的好心当成驴肝肺，强行要跟我的猪场划清界限。不仅如此，我这里还有当时他们逼我退钱，辱骂我吸血的完整执法记录仪视频。林夏立刻举起一个 iPad， 屏幕上清晰地播放着1周前这群人嚣张跋扈按手印时的画面，证据齐脸，无懈可击。刘书记看完协议，再听完视频里的内容，气得肺都要炸了。他将那份免责协议狠狠地摔在王建国的脸上。混账东西，愚不可能移！你们自己贪便宜，违法使用泔水，亲手引爆了全村的疫情，现在还有脸来这里道德绑架一个合法合规养殖、提前做好防御措施的优秀企业？你们还有脸来撬门抢东西？谁给你们的胆子？王建国双腿一软，直接瘫在了地上。王翠萍等人的哭喊声也戛然而止，满脸的呆滞和绝望。把那几个参与撬门的混混立刻带走。王建国身为管理者，不仅不阻止违规喂养泔水，还带头闹事，立刻带走，接受调查。林月，你做得对，在疫情面前，绝不能有半点心慈手软。你的猪场必须严防死守，这是咱们镇生猪产业最后的一点火种了。任何敢强闯你养殖场的人，
我们会从严从重打击。有了官方的定性，门外的村民们彻底像泄了气的皮球。他们知道道德绑架这一招，在铁证如山的免责协议面前被撕得粉碎。他们亲手签下的那份协议，不仅斩断了他们向我求救的最后希望，也彻底将他们钉在了自作自受的耻辱柱上。当天下午，2张盖着鲜红公章的官方通告贴在了向阳村村委大院的布告栏上，大概内容是村内染病的病猪必须全部进行捕杀。看到这条消息，布告栏前顿时哭声震天。下午3点，4台巨大的履带式挖掘机在村子后山的一片空地上挖了3个巨大填埋坑，直到傍晚时分，全村累计2462头生猪全部被填入了后山的深坑。随后成吨的生石灰被倾倒下去，白色的粉尘漫天飞舞，随之埋葬的还有向阳村村民们这一整年的心血破产。背负巨债的村民们需要一个发泄的出口，需要一个承担他们怒火的替罪羊，于是他们把所有的仇恨全部集中在了赵大强身上。虽然赵大强昨晚已经被警察抓走，但他的老婆孩子还在村里，他那栋新盖的2层小洋楼还在。走，我们去找赵大强！要不是他卖毒饲料，我们的猪怎么会死？这句话就像一点火星掉进了炸药桶，瞬间失去理智的村民们纷纷抄起家里的锄头，疯狂地冲向赵大强家。赵强家的整座院子瞬间沦为废墟，而我站在养殖场顶楼的无菌中控室里，透过巨大的落地窗，冷眼俯视着村子里发生的这一场暴乱。哥，相关人员过去拉警戒线了，他们打成这样，估计又有好几个要进去蹲着了。他们为了蝇头小利，践踏科学，违背契约，现在是他们吞下自己亲手种下的苦果的时候了。没有任何人会为他们的贪婪买单，除了他们自己。我转过身看着中控室大屏幕上我那几百头健康强壮的生猪，这场大清洗不仅埋葬了向阳村的无知，也将为我腾出最广阔的市场。因为大义之后必有暴利，真正的收割才刚刚开始。另一边，县公安局审讯室里，赵大强还在做着最后的困兽之斗。警察同志，我冤枉啊，我真的是冤枉的。那些泔水和饲料是那些村民自己非要买的，是他们贪图便宜，求着我给他们弄的。我就是个跑腿赚点差价的中间人，至于那猪怎么得的猪瘟，我哪知道啊？肯定是他们自己猪圈不干净。赵大强，死到临头了还敢避重就轻，你真以为我们是第一天办案？好好看看，这是向阳村合作社技术员林夏，在半个月前就提交给农业局和我们的化验报告备忘录，报告上清清楚楚地写明了，你从隔壁市地下黑作坊拉来的所谓特供饲料黄曲霉素超标50倍。违禁添加了超量的促生长激素，你敢说你不知道？这不能证明猪瘟是我带来的。还不死心是吧？你以为你用现金交易就查不到？我们已经端了你的上链。那个收泔水的黑作坊，作坊老板全招了。你明知道那些泔水里混杂了病死猪肉的边角料，根本没有经过高温化制，依然以极低的价格买进，高价倒卖给向阳村的村民。还有昨晚在后山抓获的黑屠宰场老板，他也供认不讳，是你主动联系他，明知村里爆发了烈性传染病，还以1/3的价格向他大量倾销染疫病猪。你不仅涉嫌生产、销售伪劣受药罪，更是犯了妨害动植物防疫检疫罪。证据确凿，铁证如山，赵大强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了。他瘫软在审讯椅上，绝望地捂住脸，嚎啕大哭起来。我认罪，我全认，求宽大处理啊！我也是想赚点快钱啊！宽大处理，你为了赚快钱，毁了整个村子的生猪产业，差点让病毒流向老百姓的餐桌，等待你的将是法律的严惩。3个月后，赵大强数罪并罚，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0 6个月，并处罚金50万元。而另一边，向阳村的风控终于解除了，但整个村子却弥漫着一种死气沉沉的衰败感，家家户户的猪圈都空空如也，蛛网密布。然而，大自然的规律和市场的法则从来不会因为部分人的破产而停止运转。由于这场波及，全县及周边几个市的猪瘟疫情，生猪被大规模扑杀，导致区域内的猪肉供应链出现了极其严重的断裂，物以稀为贵，供需关系的极度失衡，迎来了疯狂的市场反弹。原本市场价10块钱一斤的生猪收购价，在短短半个月内直接飙升到了25块。各大肉联厂和生鲜超市为了保住货源已经抢疯了，全县能够大规模出栏健康生猪的，只剩下极少数几家提前做好了最高级别封闭防疫的现代化养殖场，而我林月的向阳养殖场就是其中规模最大、生猪品质最好的一家。这天上午，带着10几辆超大型的专业恒温运猪车，浩浩荡荡地开进了向阳村，径直开到了我那座被彩钢板高高围起的养殖场大门前。车上下来几个老板，手里都拎着沉甸甸的皮箱，满头大汗地站在火检沟外，隔着铁门冲我挥手。林老板，林总，可算见到您了。为首的是市里最大肉联厂的马总，他满脸堆笑，姿态放得极低。我是老马呀，听说您这批高品质豆梗猪刚好到出栏的斤数了，
我今天特意带了全款来。林总，别听老马的，我出价更高。另一个生鲜连锁超市的刘总急了，现在的市场行情你也知道，我给您出30块一斤，现款现结。您这600头猪，我今天全包了。各位老板，大老远跑来辛苦了。我这里的猪品质你们都知道，吃的是全价高蛋白豆波，打的是全套国标疫苗，从没碰过一滴泔水，不仅没有任何病毒，瘦肉率和口感也是全省顶尖的。对，林总您的猪现在在市面上整场就是母检的抢手货啊。既然大家都要，那我林云也不偏心，一口价35块一斤，不还价不赊账，谁今天能全款结清，这600头猪就是谁的。另外，过磅和装车必须按照我厂的防疫规矩，由我的工人操作，你们不许进场。35？几个老板倒吸了一口凉气，这个价格简直是暴利中的暴利。但现在市面上一猪难求，没有货，他们的肉联厂和超市就得停摆，损失更大。35就35，林总痛快，我全要了，财务马上转账。老刘你太黑了，分我一半，我给36。经过短暂而激烈的竞价和协商，最终这600头大肥猪被3家老板以平均35块5的天价瓜分。铁门终于缓缓打开，运猪车排队驶入外围装卸区，一头头白白胖胖的健康生猪被赶上卡车，每一头猪都超过了260斤。按照35块5的价格，一头猪就能卖到9000多块钱。监控室里，林夏坐在电脑前，看着屏幕上不断弹出的银行巨额到账，提示音手都在发抖。哥，540万。这600头猪扣除成本，咱们这3个月净赚了400多万，咱们发财了，彻底翻身了。这是我们尊重科学、恪守规则应得的奖赏。然而，此时监控屏幕的边缘，养殖场的彩钢板围墙外，不知道什么时候聚集了一大批向阳村的村民。李老三、王翠萍、老刘头，他们躲在远处的树后，踮着脚尖，眼珠子通红的看着一车车满载生猪的重卡驶出养殖场，看着那些老板对我点头哈腰，看着那真金白银的财富像流水一样进了我的口袋。如果他们当初没有退掉那4000块的饲料，如果他们没有签那份免责协议，如果他们没有贪图那1800的泔水，今天这些钱里至少有一大半是属于他们的。他们本可以换新车、盖新房，甚至去城里买楼，但现在他们只能用绝望和嫉妒的目光看着我林月拿走属于这个季节所有的暴利。拿到那400多万的净利润后，我没有像村里暴发户那样买斤大粗的链子四处炫耀，而是直接找到了镇政府，以极低的价格长租下了向阳村后山那上千亩因为疫情而被荒废的林地和坡地。我要在那里建立一个全省一流的、完全现代化的恒温智能化养猪基地。3个月后，工程初具规模，拔地而起的全是全钢结构的恒温厂房，里面配备了自动投喂系统、智能温控水帘、全自动粪污处理发酵塔以及最高级别的生物安全防卫系统。我的身份也从一个村里的合作社带头人，彻底变成了江海市林氏现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董事长。随着基地规模的扩大，我需要在全县范围内招收50名经过专业培训的饲养员、环控员和防疫操作工，开出的底薪高达6000，缴纳5险1金。这在偏远的向阳村周边绝对算得上是不可多得的高薪工作。招聘广告发出去的第2天，我的临时办公区门外就排起了长队。然而让我意想不到的是，在这长长的队伍里，我看到了几张极其熟悉却又显得无比落魄的面孔。李老三手里攥着一张皱巴巴的报名表，低着头站在队伍里。排在他后面的是原本高高在上的前村长王建国以及王翠萍，他们家里的猪死绝了，欠了一屁股高利贷，现在林氏农业的6000块高薪成了他们在这个冬天唯一能抓住的救命稻草。林老板，那个我来看看能不能找个活干，我不挑，铲屎、充猪圈都行。你看在咱们都是向阳村乡亲的份上，给我个机会吧。林云啊，以前是叔不对，叔给你道个歉。现在大家日子都不好过，你企业做这么大，拉咱们一把也是应该的嘛。大伙儿都有养猪的经验，上手肯定快。我靠在真皮椅背上，静静地看着这3个曾经对我破口大骂、逼我退钱，甚至带人来撬我大门的人。你们觉得自己有经验？对，养了10几年了。错，你们那不叫养猪，你们那叫凭运气。一旦运气不好，就会把整个行业拖下水。林老板，咱们真知道错了，以后你说啥就是啥，绝对听话。晚了，现代化的养猪企业不是靠力气大、会铲屎就能进的。它最核心的要求是科学素养和契约精神，必须严格执行每一个防疫标准，不能有任何弄虚作假。而你们的履历上写满了短视和贪婪，为了便宜1000块钱的劣质泔水，你们敢撕毁合作协议，
为了减少损失，你们敢把染着烈性病毒的病株卖到市场上？像你们这种毫无敬畏之心的人，我如果招进来，那就是在我的企业里埋下随时会爆炸的定时。林云，你这也太绝了，杀人不过头点地呀！对于不守规矩的人，我一向这么绝。保安，把这几位不符合我们企业用人标准的人请出去。以后只要是林氏农业的厂区，禁止他们踏入半步。几个保安立刻走上前来，将李老三和王建国等人驱赶出了办公区。他们站在新建的现代化厂房外，看着那些巨大的自动化设备运转，看着那些戴着安全帽、穿着整洁工装的新员工进进出出，眼中充满了无法用语言形容的懊悔与绝望。他们亲手毁掉的不仅是那一年的猪，更是他们在这片土地上翻身的最后机会。1个月后，林氏现代农业基地正式投产剪彩，几十家媒体将镜头对准了站在红地毯中央的我。剪彩仪式结束后，林夏踩着高跟鞋，戴着墨镜，走到一辆崭新的保时捷卡宴面前，潇洒地拉开车门。哥，我去市区跟那几家连锁超市的总裁签下夏季度的独家供货合同了啊！我笑着对他点了点头，随后转身走进全封闭的、一尘不染的无菌中控室。巨大的液晶屏幕上，数以万计的健康生猪正在全自动投喂机前有序的进食，各项温湿度、防疫数据精准地跳动着。在这个以科技驱动的新农业时代，所有的无知与胡搅蛮缠都会被大自然的铁拳无情碾碎，而我将带着我的科学和契约，在这片土地上建立起真正的商业帝国。